位大朋友、小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馒头妈，我是薯条弟。哇，又到了我们说故事时间了哦！记得在听故事之前，我们要先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精彩的故事哦。今天的故事是什么呢？风铃的秘密。薯条弟，你知道什么是风铃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哦，风铃好像我们家没有。那我们来听听看什么是风铃的秘密哦。在一片美丽的森林里，住着一只名叫小熊。它和朋友们每天都在森林里快乐的玩耍哦。有一天呢，小熊发现了一棵树上挂着一个美丽的风铃哦。这个风铃真漂亮哎！小熊惊叹道，他忍不住想把风铃带回家，随风摇摆，发出好好听的声音。但是呢，风铃是狐狸妈妈挂在那儿，她希望森林里的动物们都能够因为听到风铃的声音而感到快乐哦。所以森林里到处都有狐狸妈妈挂的风铃呢。小熊虽然知道这件事情，可是因为他觉得这个风铃好漂亮，好漂亮哦，所以他真的好喜欢，好想带回家。所以呢，他还是偷偷的把风铃拿走了。当小熊回到家里时，小兔子也刚好来找他玩耍。兔子看到风铃，问说：“小熊，这个风铃是从哪里来的？”小熊犹豫了一下，好像不能跟他说实话，这样不好意思，所以呢，他只好撒个谎。说我是在地上捡到的，我也不知道那是谁的。兔子呢就信以为真，一边听着清脆的风铃声，和小熊一起玩耍。随着声音跟小熊跳着舞，玩得好开心哦。可是呢，小熊的心里一直感到不安心。你觉得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因为他是偷偷的把人家的什么风铃拿走的。第二天呢，狐狸妈妈发现风铃不见了，她好难过，因为她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听到风铃的声音可是不见了。她超难过的问森林里的动物们：“有谁看到我的风铃啊？有谁看到我的风铃啊？”小熊听到后，心里更加不安了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做错了。可是这时候的他又不敢承认。这时他看到小兔子正跟狐狸妈妈说话，心里越来越难受，越来越紧张。他好担心小兔子跟狐狸妈妈提起他家有风铃的事情呢。晚上的时候，小熊躺在床上，翻过来翻过去，翻来覆去的，怎么都睡不着。他想到狐狸妈妈难过的样子，觉得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。于是呢，他决定第二天一早就要去找狐狸妈妈，把事情说清楚。第二天呢，小熊一大早就来到了狐狸妈妈的家门口。他勇敢的敲敲门，叫着说：“狐狸妈妈，狐狸妈妈，我有话要跟你说呢。”狐狸妈妈打开门，看着小熊，温柔的说：“小熊，我什么事啊？”小熊好紧张哦，不知道怎么讲，所以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说着：“对不起，狐狸妈妈，是我拿走了你的风铃，我撒了谎，说的是我捡到的，其实是因为我觉得它太漂亮了，我好想带回家，所以我就把它从树上拿下来。可是我回去觉得很不安，我真的觉得很抱歉，拿走了风铃。狐狸妈妈听完之后，虽然有些惊讶，但是她看到小熊的诚恳，她很认真的道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她很温柔的跟小熊说：“谢谢你，小熊，告诉我真相。每个人都会犯错的，没关系。重要的是你诚实的告诉我，而且呢，很勇敢的承认错误。你没有害他去告诉我你偷了风铃，真的很棒。所以呢，我原谅你了。”
小熊感到如释重负，他将风铃还给了狐狸妈妈，而且呢，他觉得他以后再也不想要说谎，因为很害怕、很担心、很不安心。从那天起呀，小熊跟朋友们一起玩得更开心自在了，因为他知道啊，只有诚实才是最重要的，这样才会过得很快乐，不会好紧张、好担心。故事讲完咯，好听吗？好听啊！那你从这里故事听到什么呢？其实啊，有时候我们难免会做错事情，对不对？薯条弟，你有没有做错事情过？没有。其实没关系，不管你犯了什么错啊，有时候呢，你很诚实的面对，并且呢，马上改掉不好的行为，然后认认真真的跟别人道歉，让别人感受到你的诚意，那大家都会很乐意的原谅你的哦。而且呢，如果我们说谎啊，有时候心里就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一样，很难受的呢。这样怎么会开心的起来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？说实话。嘿，很棒哦。所以啊，你要记得哦，其实啊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每个人都会犯错。然后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启口说跟别人说出你犯错的事情。那没关系，你要记得，其实就是勇敢的说出来，然后让别人知道你真的很不好意思。那其实大部分啊，大家都会很乐意的原谅的，而且呢，你也不会心里总是闷闷的，然后就会比较开心。好，记得哦，诚实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好习惯哦，也会帮助我们建立跟别人有良好的关系，别人也会信任你，然后呢，你也可以很开心的过每一天。好啦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一起聆听。如果觉得我们的故事很棒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希望下次再跟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。我是馒头妈，再见喽，再见。